门口的安全扣锁是我们撬开的。进屋之后呢，发现屋里边并没有人。通过监控录像，我们只发现进来的画面，出去的没有。屋子里边所有的窗户都是锁死的，只有这2扇可以向外打开30度角。但是一个成年人的体格，应肯定钻不出去。哦，对了，屋内的卧室地毯上还有一把沾血的刀，连同床上的衣物和箱子被痕检科的同事拿走做检查了。现场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。这是个暗门。啊，是的，原来这个房间和隔壁的房间是一个总统套房，但是由于客人预订的太少，所以我们把它分开了。不过你放心，这是锁死的，普通客人是没办法打开的。那天隔壁的房间有人住吗？隔壁，周6大概晚上10点左右，客人就退房了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客人入住。打开它。好。我来，小张，穆教授，我很清楚的记得你很认真的拒绝了我，为什么突然又改变主意了？因为你。什么意思？字面上的意思。神经病吧你！哦，不对，小张，拿去痕检科。咱俩还得再去看一下监控录像，走吧。哎，是左边。哦，对。说话够直接的呀哈，但我怎么觉得你是故意说给别人听的呀？而且我也很好奇，你怎么突然又答应了呢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，才拿秦佐曼当挡箭牌呢。停。上周日上午8点10分，张沁鑫有晨练的习惯，一般都是7点钟出去，8点就回来了。我问了前台，他8点半叫的出租车，我也问了出租车司机，他说他接错了人，因为别的房间的客人上错了车。所以也就是说，那个时候张沁鑫有可能还没离开房间。对，所以他应该会再次出现在镜头之前。对了，你刚才跟木夏说什么了？没什么，你跟木夏没事吧？我跟他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嘿嘿，没事就好。停。9点10分，张沁鑫最后一次出现在监控录像之后的1个小时，摄像头就被人用黑布遮住了。对，黑布拿开以后，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再发现张沁鑫的身影，说明放黑布的人就是绑架张沁鑫的人。哎，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？为什么你一直直勾勾的看着他，他一直直勾勾的看着我呀？因为你好看。放屁！这次你来画现场图。
还有，房间的门被人从里面反锁，卧室里行李箱被打开，衣服散落在床上，化妆品也都倒在化妆台上。疑似凶器的刀被人从行李箱里拿出来，然后扔到了房间的地毯上。客厅有一道暗门，但是客人是打不开的。书桌上，根据灰尘分布情况，曾经有过一个什么东西，后来被人拿走了。根据尺寸和大小判断，应该是笔记本电脑。单科长，你怎么瘦成这样了？是不是最近替我们的案子操心累的呀？这样，晚上我请你吃饭，补一补，怎么样？你晚上哪有时间吃饭呀？鉴定结果出来了，刀上的血是猪血，没有任何指纹，我想应该是恐吓。我查到把视频卖给八卦公司的狗仔了，就是之前被打的那个李阳。拿走了笔记本电脑，又留下了一把刀恐吓他，这狗仔的思路有点奇特啊。上哪儿去啊？有哥，问你个事儿呗。有事儿您说话呀，我肯定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的。张庆勋，这怎么了？装的还挺像，那视频传的铺天盖地的，你会不知道？哥，这视频，这不是我拍的，是前2天有人通过国外的一个虚拟邮箱发给我的。本来我还以为是什么垃圾文件，结果没想到我撞上大运了。有哥，这是你发的吧？这短信是我发的，可是上个礼拜发的。您看这日期呀，上个礼拜的下午，我就拍到2张他们吵架的照片，本想冲他们捞点的，你懂的啊。可后来王子科找着我，还把我打了一顿。我是谁呀？我越挫越勇啊！于是我就给张庆新也发了短信。第2天，我在他家附近蹲点的时候，发现他拉着个箱子出门，我就跟了上去。我打车刚跟到西街，就被人拽下来，打成这样了。我相机也被他们抢走了。现在这视频真不是我拍的，真的。什么意思？在酒店上总房间里消失了？我们还在调查，你要是早点报案，我们也不会这么被动。李阳在西街被打的事儿，你确实不知道？我是真不知道，可能是我老婆她认识一些所谓的道上的人吧。佑哥，那几个小混混交代过了，说是张庆新让他们去打的人，李阳确实没有去酒店。这个你见过吗？我见过这个，但不是这把。吵架那天，他告诉我他收到了恐吓，自己看看。其中就有一把带血的刀。你报警了吗？第一时间就报警了。警察说那上面是猪血，说有可能是粉丝的恶作剧。那不就结了？肯定是哪个你不清不楚明星的粉丝人给你寄的。从上周3到这周1，你在哪儿？我老婆走了之后，我心情非常的郁闷，就去找我朋友了。最近正好世界杯，我们就晚上一块看球，白天就睡觉，一直到颁奖晚宴那一天，我才回家换了衣服。你们一直在一起？基本上吧，除了有一天他去买东西了，然后我在他家里看击剑比赛，后来肖淼也来了。你说的是那个当红小花肖淼吗？对，我们之前一块录过节目，他最近呢也是心情不好，失恋了。我跟我朋友也是经常一块陪着他。所以说，你跟肖淼也一直在一起。我朋友回来之前，他一直跟我在一块儿看击剑比赛。吕阳收到的是匿名邮件，
王子科又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，2个人的嫌疑都排除了。这到底是谁干的？摄像头在高处，蒙住摄像头的黑布是从右面平行飞过来的。这个人应该是站在跟摄像头差不多的高度，他肯定是用了梯子。什么人会用梯子又不会被怀疑呢？维修人员，或者是保洁员。那天我进去的时候，储物间的门就是开着的，但看东西没少，就没告诉老板。你这衣服洗过没有？没有啊。脱下来。你流氓啊！左哥，鉴定结果出来了。正如穆教授所说，衣服上确实只有2个人的指纹，一个指纹是保洁员的，另外一个指纹经鉴定是一个叫周子的人，是个无业游民。出来以后，据说开了一个什么咨询中心，其实就是为了帮别人盯梢讨债之类的。事务所就在西街。左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追。哎，什么人啊？哎，轻点啊！站住，别跑！走。曼曼，你终于醒了。哎呀，您别担心啊 ，CT 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只是轻微脑震荡，稍微休息一下就好了。谢谢大夫，感谢感谢，谢谢啊。哎，没事。曼曼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哎，没事啊，爸，我结实着呢。你结实什么呀？你结实你！我跟你说，曼曼，不能干了，坚决不能干了，回头咱就得辞职，必须辞职。哎呀，爸，你又来了，哎呀，难受。哎，我这职责所在。行，咱先不说这个。不过回头啊，把你男朋友一定要请到家里来，好好谢谢人家。如果今天不是人家把你送到医院来，这后果真不可想象。木夏呀？对。他人呢？他把你送到医院后就走了。木夏是怎么知道我们去抓周子的呀？
你打算跟我到什么时候？你到底是谁？王教授那天根本就没有生病，是你主动要求去慈善宴会的。走失儿童的项目现在我负责，有问题吗？那你怎么解释？今天你为什么在这儿？私事。就是这个。你处心积虑地接近我们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又玩什么花样？哎！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秦总，请出示。站住！小姐，小姐，别跑！小姐，电话，董事长电话。哎，血！站住！别跑！小姐，电话。哎，小姐，等等，电话。放开我！别动！小姐，小姐，电话。打电话报警，快！好，行，别动。喂，爸爸。张叔叔，你怎么才来？干什么去了？路上堵了一会儿，所以耽误了。祖曼，你这裙子啊，全球限量款，哪儿买的？我也想买，是不是？一会儿帮你撕一条啊。啊，张叔叔，你们聊，我去填填肚子，饿了。左曼，爸爸，几点了？怎么回事？我刚才路上堵了一会儿，司机开得太慢了。哦，行，既然来了，跟我见起立去。啊，不是爸，我真不想相亲，您别逼我了，行吗？哦，您快看，那不是当红小花肖淼，我特喜欢她，我要去找她签名。演，我都不用往那儿看，我就知道你在演。爸爸没有别的意思了，你都老大不小的，跟人见见，了解了解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？爸，我饿，我想吃口东西，行吗？这会儿饿不死你啊！走，秦总。哎呦，齐丽啊，来的正好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女儿秦左曼。这位就是我刚才给你提起的赵启丽，海达集团的董事，哎，最年轻的，是吧？好，你们慢慢聊啊。久闻左曼小姐大名，没想到真人比照片更可爱。左曼，我跟你很熟吗？那么请问秦小姐欣赏什么类型的男人啊？
斯塔克那种吧？斯塔克，钢铁侠你都不知道，那看来咱俩真是没什么共同语言了。原来只是听说秦小姐是一名警察，没想到秦小姐还是漫威的粉丝，果然有一种侠女风范。是不是？秦小姐这裙子，张丝的，怎么了？与众不同，这裙子上面的印花和您这项链上的小音符相得益彰。这个呀，这是我男朋友送的，地摊货，不值钱。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去处理一下。哦，好的。小麦，都这么大人了，做事情能不能靠点谱啊？还编出个男朋友来骗人，你要气死我是吧？我没有编啊，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男朋友？您女儿我还是很有魅力的。真有男朋友是吧？行，你现在马上让他到这里来见我，要不然你立刻向赵启立道歉。哦。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叫他来啊！接电话呀，关键时刻不靠谱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木夏。你电话很多吗？成天带着蓝牙。很多。给，已经看不出来了。别丧着脸了。怎么哪儿都有你呀？我记得主办方邀请的是你们学校的王教授呀。王教授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。哎，要不你帮我个忙吧？我对伪装你男朋友没兴趣。你等会儿，你怎么知道的？看你今天这身打扮，显然不是来维持会场安保的。那天在警局也听你跟别人抱怨相亲的事儿，就跟刚才撞我时候表情一模一样。那你就帮我个忙呗，咱俩好歹也一块破过案呢。那天人家还说咱俩般配呢。说这话的人只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眼神不好，一种是脑子不好。你才脑子不好，要不看看沈队的面子，揍！是认识人我都问过了，关键就是我也不知道，他也不在他妈那儿。你的男朋友呢？他忙着呢，他一会儿就过来。我刚跟他说了。刚说的。你就编吧，有意思吗？爸爸也是一片好意，对吧？我只希望你能像其他小姑娘那样，谈个恋爱，别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你那个警察工作上。爸，我都跟您说过多少次了，这是我们警察的工作。行啊，那咱就换个工作。爸，您看您又来了。要不是我们警察在每个路口、每条街道在那儿守护着，你们银行的安全能得到保护吗？不能。我们能安安静静的在这儿吃饭、喝咖啡、聊天吗？不能。是不是？是。可是姑娘，咱能不能不每次都这套词儿啊？我们银行就得你保护，没你我们银行就完蛋了，是吧？你看，你看，一说就不高兴。爸爸没有别的意思。好，你的工作我不谈了，那别的事情呢？啊？就比如说你脖子上这条项链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还要戴多久？这事情都过去这么长时间，案子都结了这么久了，你怎么？爸，你有完吗？我不管别人怎么想，那个案子我一定要查清楚。我不相信那天只是个意外。
我不相信那艘游船会无缘无故爆炸。秦先生您好，您是？我是政法大学的教授，我叫木夏。王志峰。不好意思，我拿错了。木夏，是。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我是觉得这次活动能够得到你们银行的大力支持，实在是太好了。原来是来谈赞助。亲爱的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还在门口等你呢，你怎么自己上来了？哦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给你介绍一下，瑞驰银行大中华地区的负责人秦华。是你父亲。你不说我也知道，你今天礼服的颜色和他的领带属于同一色系，而且你还偷用了你父亲的爱马仕 DAC 香水。最重要的是，如果不是爱女如命，怎么会选择那么违和的领带夹和袖扣呢？违和吗？我觉得很好啊。左曼，这位是我男朋友木夏。你好。你好。穆教授，你在干嘛？王志峰，不是女呀？下面我们将揭晓最美爱心夫妇的得奖人选。获得2018慈善公益颁奖礼最美慈善家庭称号的是张庆新、王子科夫妇，有请他们上台领奖。有请张庆新、王子科夫妇。我的夫人张庆新因为生病在家，很抱歉没有能够来到现场。明年我们会继续携手努力，谢谢。我哥，你是来钓金龟婿的，是不是？我需要吗？携其千金秦左曼小姐为获奖者颁奖。拿一下，谢谢。祝贺！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。左哥，咱俩这么多年交情，你可从来没跟我说过你爸是瑞驰银行的清华董事。咱俩好歹也是左右组合吧？你太不靠谱了。你不知道啊？我一直以为你知道，沈队他们都知道的呀。你才不靠谱呢！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，你都不接，你去哪儿了？啊，忙正事儿，西街恶性伤人案的嫌疑人王子科。我刚才在厕所看见了木。天哪！你快看，真没想到他老婆是江人唱的。
其实我们俩感情不和已经很长时间了，但是出席活动的时候还是会做做样子。这样的生活我实在是受够了，我就跟他提出离婚，然后我们俩就大吵了一架。要离婚是吧？我告诉你，门儿都没有。你怎么这么不讲理？你在外边做的那些事，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啊？这么多年我戴着顶绿帽子，我还陪你演模范夫妻，我早他妈受够了。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你跟那网红小淼是怎么回事？你现在出名了，有钱了，你想把我踹了，找个年轻的。要不是我帮你，你不就是一个过气的击剑冠军吗？你想离婚是吧？好，离就离。后来大概晚上6点多的时候，他拎着箱子从屋里出来，一句话都没说就走了。这几天你们一直都没有互相联系对方吗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不立刻报警啊？我想着怎么样也要撑过这个颁奖典礼吧，不然的话还不出了大乱子了。当然现在结果都一样。沈队，你们去哪儿啊？酒店找到了，是。是对。我来跟您解释一下啊，我是如何推理出就是这家酒店的。首先，我们在视频里可以看见本市的标志性建筑大水车，从高度来看应该是一个高层建筑，但是本市环线以内是不允许有高层建筑的，也就是说这家酒店一定是在环线以外。其次，在视频里我们看背景，很多人会以为他们2个人在海边，其实仔细的观察会发现他们是在湖边。那本市既能看到湖，又能看到大水车的地方，就是这家酒店啦。不错，不错，很好啊！看来跟着穆教授还是学到了点东西。不是，主要是您培养的好。是你推理出来的吗？啊，我怎么听见你昨天给你的少女天团打电话来着？不，那少女天团也是我辛辛苦苦通过工作累积下来的人脉嘛，对不对？什么少女天团啊？赶紧去执行任务！你信不信我拿你去换超哥？是。这边请吧。周日上午的时候，张小姐打电话给前台，让我们帮忙订辆车。司机到了之后呢，我们打回去确认，他说要稍等一会儿，电话里面的情绪有点紧张。那后来司机接到他了吗？应该是接到了吧。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，房间是没人的，我们不太确定啊。好。张小姐，张小姐。不会又是人密室吧？如果是来说感谢的话，大可不必。虽然上次抓王子科的时候你帮了我们，但我还是不会感谢你的。那你来干嘛？不用谢。根据你推理的失踪案，我们已经找到了他最后出现的地方，发现门从里面反锁了，人却不见了，门窗都检查了，完好无损，根本不可能通过一个成年人，所以我们确定这是一个密室案件。你说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密室案件，哎，你不感兴趣啊？不，不感兴趣拉倒。沈队，不是我不请啊，是请不动人家。咱们这案子没他照样能破。左曼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要跟专家好好的学习啊，虚心一点。你看看人家小柚子。喂，沈队，你那信号不好。喂，喂。喂。合作愉快。爸。啊？您怎么来了？你找他呀？啊。谈赞助的事儿啊？
什么赞助的事？怎么，我借你男朋友点时间都不行啊？啊？还借他时间呢？我找他去局里头帮我破个案子，他都没时间。天天叼着个死脸，也不知道给谁脸色看。好，做得好，木夏，对他就应该是这态度。你说一个女孩子家当什么警察？你劝劝她。你说在这大学里当老师多好，对吧？爸，您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？当警察是我的理想。丫头，就你那点小心思，我能不知道啊？你不就有那么个心结吗？那个案子到现在没有线索，对吧？人家在英国。爸，别提那事儿行不行？我跟您说过多少次了，您别老提这事儿行不行？我不说，您别操心了啊！你回不回去？爱走不走。把密室案的资料发给我。穆教授，就这儿了。他不是来了吗？啊，穆教授啊。慢点啊！现场的门窗都从里面反锁了，那也就是说，伤者是吃完安眠药之后再看这起自杀。不会是自杀？你见过哪个想？他怎么在这儿啊？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省公安厅派遣穆教授担任我局常年刑侦顾问，正好范一鸣的案子你们也认识了，今后穆教授就到你们组协助调查。我觉得我们不用每个案子都麻烦穆教授。多好的学习机会啊！别的组求还求不来呢啊！是，那个只要穆教授不怕麻烦，我们倒是愿意虚心请教学习。但是穆教授没有一线经验，这要万一出点什么安全问题的话，这责任算谁的呀？刑侦靠的是现场经验，不是光靠嘴上说的理论知识就能把案子破了。我只对密室感兴趣，不干涉你们办案。我是通知你们，不是咨询你们意见。哪儿那么多废话？这事就这么定了啊！现在说回到案子，谁来说一下伤者的具体情况？伤者名叫胡林，女，26岁，东源建筑集团的职员，独居，社会关系比较简单。我们现在在做基本的排查。医院方面说人已经救过来了，但是因为吸入了太多一氧化碳，什么时候能醒就不好说了。现场情况怎么样？我们在胡林家发现了一瓶安眠药，怀疑是凶手给胡林服下安眠药之后，打开了燃气阀，希望胡林在睡眠中慢慢死亡。不可能。根据血检报告，伤者体内的3唑仑成分并没有完全分解，说明他吞下安眠药时间并不长。而房间内的一氧化碳浓度很高，这么短时间内仅靠阀门开启是做不到的。
两者互相矛盾。报告，监控录像有发现。停。是他？你见过啊？这个人叫许志，是胡林的前男友，两个人在3个月前分手了。许志，希望你实话实说，好好配合我们警方的工作。我是去找他了，但是他没在家呀。你撒谎，他一直都在家，就没出去过。不可能，我敲了半天没人开门，我然后我就走了。之后呢？之后去哪儿了？你的不在场证明根本不存在。我有不在场证明。说。没想到误打误撞破了个赌局，沈队这回肯定高兴坏了。这个许志可真够渣的，拿着自己的女朋友的东西出去赌博，怪不得胡林会跟他分手呢。左哥，那姓穆的到底跟你说什么了？怎么让许志一下就招了呢？想知道吗？一顿夜宵。行。这就是你说的豪华套餐。泡面大汤，豪华享受。所以，你的双倍呢？看样子你还不想要啊？正好我拿去把它退了，存钱买房子。你省这几块，你也没做起首付，还不如花了省心。你这么说就不对了。正所谓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这点钱虽然买不起豪宅，但是过小日子还是可以的。你说什么？千里之行啊。然后呢？始于足下。再然后呢？这点钱买不起豪宅，怎么了？对啊，那串钻石项链价值几十万，根本就不是一个公司里面普通员工能买得起的。方总，照片上的这个钻石项链，您认识吧？这是我买给我太太结婚周年纪念礼物，只是一忙起来吧，就给忘了。那您还记得把它放在哪儿了吗？我怕我太太来公司先看到，所以就让小胡给我保管了。你昨天的行程是什么？我让你说话了吗？昨天下午你干什么了？你们是怀疑我们？不排除任何嫌疑。你能不能别跟这儿添乱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想想啊，昨天下午2到3点钟，我有一个董事会，期间我人一直在公司。我们公司有记录，而且也有人证，你们可以去查。好的，我们会尽快核实的，谢谢。请问你对胡林的个人状况了解吗？他特不合群，团建活动从来不参加。他这个人可傲了，觉得自己长得漂亮、身材好就可以横着走。你说他一外地来的，还真觉得能在这儿有什么发展。林姐，她个性很要强。上个月她爸来找她借钱，我还是听会计李姐说，她预支了3个月的工资，她从来都没跟我们提过这件事儿。穆教授，你不是说不干涉办案吗？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？我不相信他。不相信？不相信什么呀？他的不在场证明啊？冯东把结婚纪念日的礼物交给胡林保管，
不奇怪吗？你这么一说，我好像想起来了。冯东在说话的时候一直在调整左手戒指的位置，人在撒谎或者想掩饰什么时候，就会下意识地做些动作，来缓解情绪。他到底想隐瞒什么呀？胡林要预支工资，作为上级的冯东不可能不知道，但他却装作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，一定是在掩盖什么。你是怀疑那串项链是冯东送给胡林的？冯东婚内出轨啊？我已经查证过了，即使冯东有作案的嫌疑，但是也没有足够的作案时间。2点到3点之间，他确实在公司参加董事会，并且有会议录像。那胡林的父亲是什么情况啊？胡国庆49岁，胡林15岁那年，他有了外遇，留下一张字条之后就消失了，直到前一段时间突然出现。还有一条更重要的线索，10多年前他给全家人买了意外保险，受益人留的都是他自己的名字，这当爹的绝了。知道为什么请你来吗？对呀，检察总长，看你这话问的，我怎么知道我为什么来啊？我这儿有一份保单附件，内容呢是如果被保险人在保险有效期内因遭受非本意的、外来的、突发的意外事故，致使身体蒙受伤害而残废甚至死亡，保险公司将按照保险合同的规定给付保险金。受益人是你，被保险人是谁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检察总长，你刚才说那么多，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是小英她出什么事儿了？请问胡林借了多少钱？50万。50万，这么多钱，胡林怎么拿出来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这不3天前他给我打电话约我见面，就把这50万现金都给我了，还说不要让我还了，让我不要再去打扰他们母女俩。检察同志啊，我女儿她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就她一个亲人了呀，她到底怎么了？小李，既然胡国庆已经从胡林手里拿到了钱，就没必要多此一举了呀。那胡林这50万是从哪儿来的呢？祖哥，我有了新的发现。说。现金交易这种方式，就是为了不留下证据。本来我猜这笔钱是冯东给的，但是经过我仔细的调查，冯东的太太杨雪3天前从账户里提取了50万。那50万是我给他的，怎么了？说明什么？说明我杀了他。既然您知道胡林跟您丈夫的关系，这就证明您有杀害胡林的动机。哎，小姑娘，帮帮忙，你不要搞笑好吧？我杀他。哎，你知道什么叫夫妻关系吧？啊？夫妻关系就是说，从结婚那天开始，所有的财产和收入都是归夫妻双方均等的。只要有这层关系在，这个家一半都是我的。冯东想要跟我离婚，分一半的家给我，你觉得他舍得啊？那种小妖精，冯东玩腻了嘛，一脚就踹了呀。我杀他干嘛？冯太太，您接。我不接，冯东没事儿的，我一会儿给他回过去。说到哪里啊？哦，对，
那种小妖精缠着冯东是为了什么？为了钱呀！哎，钱我有的，我给他，我不差这50万的。哼，跟那种小妖精过不去，我脑子瓦特啦。哎，你们男人在外面花天酒地完了之后，我们总归要回家睡觉的呀，对吧，小姑娘？你说的，我不过问你们的谈案过程。我又没说给你听。按照杨雪的说法，这50万是让胡林离开冯东的报酬。只要这个目的达到了，他确实没有杀害胡林的理由啊。但是很奇怪啊，胡林为什么不向冯东求助，却收到太太的钱呢？一根筋的单细胞生物。你说谁呢？胡林不想让冯东认为自己是因为钱才接近他，杨雪正是利用这一点，才跟胡林达成了共识。你的钱包。哦呦，你女朋友啊？怪不得这么了解女人。跟你没关系。停车！干嘛？要么让我下车，要么换我开。成天带着，你听什么呢？肖邦的第2降 E 大调夜曲。我以前上钢琴课的时候也学过2章节，不过后来我们都没坚持下来。刚才有人给杨雪打电话，她特意没接，是用短信回复的。10有8九就是告诉这个人有警察在，让他等会儿再过来。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2位放心，我们事务所最擅长处理的就是离婚纠纷这种案子。不用担心。我见得多了，2位是财产分割的问题，还是子女抚养权的问题？我是没关系，不用避讳谈这个。有分歧，大家可以坐下来好好聊嘛。离了婚一样可以成为好朋友，买卖不成仁义在。哎呦，对不起啊！哎呀，我搞错了，我把2位警官当成是下午来预约的那对离婚的夫妻了。你看，哎呀，我就说嘛，这2位看起来这么般配，一点儿都不像是离婚的夫妻。照片上的这位女士。你认识吧？杨女士吧，有印象。杨雪找你都说什么了？她委托我来处理她的离婚协议，主要是针对婚后财产的分割问题，还有婚内出轨状况等判决问题。问他第一次杨雪找他什么时候？吴律师，杨雪第一次找你是什么时候啊？我看一下啊，不是3个月前。我这儿有记录，您2位看一下。我查到，胡林在3个月前还没有进到东源集团。那杨雪是怎么确定冯东一定会婚内出轨呢？都是杨雪安排的。你俩很有默契啊！谁跟他有默契？魏教授，你怎么看？
只要杨雪掌握了冯东婚内出轨的证据，就可以在离婚判决中占据主动，甚至可以让冯东净身出户。那有没有可能是胡林想假戏真做，而杨雪恼羞成怒杀人呢？不会，杨雪早就想跟冯东离婚了。她这么做就是为了分得更多的财产。即便胡林想要假戏真做，也只是坐实冯东婚内出轨的事实罢了。那现在是个什么情况？还有一个人，谁啊？冯东。如果冯东知道胡林自始至终都在骗他，这是一场精心安排的骗局，他会怎么做啊？但是冯东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啊！要是他是罪犯，又是怎么布置现场的呢？都在呢。小张，你挺省啊，洗澡顺便把衣服都洗了哈。是佑哥，水管裂了，里边水一直往外喷，关了总阀都不管用。上次队里翻修，把2个阀门对调了，难怪不顶用的，我这就去把它关了去。怎么了，穆教授？耳朵不好就不要总戴着耳机。你就直说呗，干嘛非得到现场才能说呀？哥，你别着急啊，人穆教授肯定有自己的道理。其实从一开始，我们就被误导。打开的煤气阀门，含有3唑仑的酒杯，还有胡林倒下的位置，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下意识的判断，罪犯让胡林喝下安眠药后打开阀门离开，目的是为了伪造胡林因为煤气中毒而意外身亡的假象。这才是最合理的逻辑推理。不合理，因为室内的一氧化碳浓度并不足以让人致死，除非有别的气体入口。你是说，即便关上阀门，依然不能阻止一氧化碳的产生？对，因为让胡林陷入昏迷的一氧化碳气体，并不是从这个房间里产生的，而是被人从房间外部灌入的。上次队里翻修，把2个阀门对调了，难怪不顶用呢。里边水一直往外喷。那我们闻到的煤气味是有人要转移我们视线的障眼法。罪犯事先就设计好了这个死亡陷阱，他自己并不需要在场也可以完成杀人，而且他还利用了这一点，给自己制造出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技术科痕检测量过案发现场的一氧化碳浓度，厨房这里是最高的，也就是说，罪犯向公寓注入一氧化碳的通道就在厨房内。空的，能不能找到一间结构跟这儿一样的房间？没问题。冯总，这么晚还回公司啊？新警官这么晚不休息，又是为了小胡的事儿吧？我今天不太方便，咱们改天再聊。啊，没关系。
你们什么意思？耍我？当然不是，穆教授刚刚只是做了一个实验，看看是否真的能把一氧化碳传输上来。让胡林昏迷的一氧化碳并不是在这个房间里产生的，而是有人通过了某种手法，将它注入到房间里的。某种手段。现在警察办案都是这么不专业的吗？某种手法是什么手法？如果说一氧化碳不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产生的话，那就是从墙上的通风管道传进来的。但是这里是5楼，这里是3楼，胡林家才是5楼。冯总，您不是没来过这儿，连我们都得仔细的找才能找到隐蔽的通风口，您怎么一下就说出来了？我本来就是搞建筑出身的，对于房屋结构呢比较敏感。如果你们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，我还有个会。别着急啊，冯先生，不会耽误你很久，我马上说完。一氧化碳气体就是通过这个水槽进入室内，形成了死亡陷阱。穆教授啊，说到这个房屋结构呢，你可能就是外行了。不管是商品房也好，经济房也好，开发商呢都会选择相同的户型，所有的生活用水都是通过下水管道排入地下。而这一带呢，正好是棚户改造房，所有暴露在墙体外面的下水管道都会被封起来，想要接触到管道就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嫌疑人用了另一种方法，他把气体注入了下水管道。听起来稍微有点困难，但如果对于一个熟悉这栋楼内部建造的人来说，并不算十分复杂。你看，这个井盖连通着整栋公寓的下水管道，嫌疑人只需要将下水管道撬起，把气体注入到下水管道，那么密度较小的一氧化碳自然会顺着管道从1楼传输到5楼。只要有人事先安排好这一切，即使不在现场，也可以完成密室杀人。吴教授，你们推理很有意思，但是这件事儿好像不太成立吧？这栋楼所有的下水管道应该都是并联到那根主管道上的。如果有人要从那根主管道把一氧化碳输送进来，那么整栋楼的人都会一氧化碳中毒的。很简单，那只要把其他出口都封上就行了。而答案就在这个进行水封的存水湾里。水槽中的水会先积累在存水湾里，再进入下水管道。当存水湾的水封深度高于管道时，被注入管道的一氧化碳气体就不会散逸到房间里。犯人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，确认了整栋楼一般住户每天都有正常用水，而存水湾在每次过水之后都会重新被水封。也就是说，只要存水湾有足够的水封深度，气体就不会进入房间。犯人就利用这一点打开了胡林家的存水湾，把水清空。有什么新发现？灰。才完成了只把一氧化碳注入到胡林房间的密室杀人。如果不是警方提前赶到，恐怕又是一起恶性的杀人案件了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好，即便你们所说的这种方法成立，证据呢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干的？
就算你的这种说法成立，那你怎么证明那枚戒指就是我手上的这枚？那还不简单？只要对比你的戒指跟井盖上的微生物生长指标，不就行了？我又去帮那个人了。我言归正传，冯总，当你得知胡林是你太太派来勾引你的人，为的就是制造你在婚内出轨的证据，于是你就开始设计这个看似天衣无缝的杀人轨迹。我想其他的作案工具你都已经处理了，但你偏偏忽略了你手上的这枚戒指。我问过你太太，这个戒指是你们结婚的时候特别定制的，其他的戒指根本无法在井盖上造成相同的压痕。我有个厉害！哼，你还想销毁物证？我告诉你，在交通部门的配合下，我们已经还原了你开车出城的路线，并找到了被你销毁的作案工具。我看你怎么狡辩。可以啊，小柚子，未卜先知啊！我是谁啊？是穆教授打了电话。他呀。大家先暂停一下。沈队，沈队，秦佐曼，这次任务完成的非常的好，值得嘉奖。沈队，这次其实穆教授功劳最大。我可没什么功劳。要不是有的人立功心切，我们就差点错过了最重要的证据。沈队，谭佑这次功劳也特别大。左哥，你还能表扬我，我真的是万分荣幸，受宠若惊啊！你也有嘉奖，下周的锦刊形象大使仍然是你。是，谢沈队。穆教授，案子都破了，还想什么呢？如果作案工具不是那枚戒指，如果不是我们正好出现在那个地方，这应该算是一起天衣无缝的案子了。不可能，没有什么犯罪是天衣无缝的。不过冯东用跟妻子的结婚戒指来谋害自己的情人，这也是挺讽刺的哈。我问过那个吴律师，因为冯东单方面的反对，他们的离婚诉讼议程无限延期。所以你是想说，冯东只是为了除掉胡林这个不稳定因素，继续跟杨雪生活在一起吗？他明知道这一切是杨雪安排的，他为什么还要选择跟这个女人共同生活呀？这就是婚姻契约的本质，共同经济基础上缔结的契约关系。你这是什么歪理呀？家庭与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，弗雷德里希·恩格斯著。没有必要给婚姻关系附加太多的情感期许，人本身就是自私的，任何形式的关系都不能掩盖这层事实。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女朋友呢？他有女朋友啊？我性格这么好，这么体贴，都没女朋友。他这么怪，他有女朋友？这是我从冯东电脑里复原的网页访问记录。冯东和范一鸣情况类似，不过他的密室手法源自一封神秘电邮。查出是谁发的吗？这封电邮的 IP 信息被进行过动态加密，很难追溯来源。哦，另外我查到了这个，10年前东元建筑参与了瑞驰银行的通风系统建设。东元建筑和瑞驰银行有关。
冯东在成立东源建筑前期和朋友搭伙承包了不少的项目，瑞驰银行就是那个时候接的。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喂？喂？这是你的老师申请让我交给你的。先生，这款产品讲明了5万起投，您只有4万8千块，抱歉。谢谢啊。不好意思。哎，真是2000块难倒英雄汉呀！不行，我要努力存钱。陆夏。